欢迎回到北京大学生物信息学导论与方法网上课程。我是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高歌。下面让我们开始第3周的课程——序列数据库搜索。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些基本的观念。在上周的课程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如何利用动态规划算法来比较两条序列。通过序列相似性，我们可以进而推断序列之间在结构、功能以及演化关系上的相似性。在实际应用中，这个目的通常会通过搜索序列数据库来达到。我们会用一个未知的查询序列对包含已知序列及注释的数据库进行检索，以推断查询序列的功能、结构以及演化信息。具体来说，我们将未知的查询序列与数据库中已知的序列逐一进行比对，并根据统计上显著的 hit 序列所对应的注释来推测查询序列的功能、结构以及演化。初看起来，我们可以按照之前的定义，用一个循环过程加上上节课介绍的双序列比对算法来简单的实现数据库检索。学计算机的同学可以很容易的想到，这个方法原则上只需要在上节课讲到的双序列比对算法之外增加一个 for 循环就可以了。那么看来本周我们又可以提前下课了。别着急，我们先来估算一下按照这个方法进行一次序列比对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从之前的讨论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将 x、y 两条序列分别画在一个矩阵的 x 和 y 轴上，那么 Fij 就可以形象地理解为矩阵元素的下标，从而直观地将公式的迭代转换为对矩阵自上而下、自左而右逐个单元格进行填空。那么对于两条长度分别为 m 和 n 的序列，需要填写的格子就总共有 m 乘以 n 个。假定每次操作需要常数时间 c， 那么一次比较所需要的时间就是 m 乘以 n 再乘以 c。 我们代入具体的数值来算一下。假定我们用人血红蛋白阿尔法亚基作为查询序列，它的长度是142个计算，来检索2013年9月18日发布的最新版 SwissProt 的数据库。同时假定你的超级计算机可以在1微秒之内填完一个格子，那么你总共还是需要 7.8 个小时才能完成一次整个库的搜索。那么事实上，相关数据库的大小在快速的增加，而核酸数据库的增长则更为惊人。因此，动态规划算法的应用虽然较简单的穷举法显著地降低了计算强度，但为了能有效地处理快速增长的生物学数据，我们还需要有更快速的算法。让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之前讲过的双序列比对。从公式可以发现，比对上的一个残基在动态规划矩阵中均表现为一次沿对角线方向的移动，而一段连续相等的序列匹配则表现为一条平行于对角线的路径。极端情况下，两条完全相等的序列之间的最优比的路径就是矩阵的主对角线。反过来，对于全局比对而言，两条近似相等的序列之间的最优比对所对应的路径也只会在主对角线两侧的小区域内。而对于局部比对来说，虽然最优比对对应的路径未必会在主对角线上的两侧，但也同样的会平行于主对角线。所以一个自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事先猜到最优比对对应路径所在对角线的大概位置，就可以有效地降低需要填充的格子数目，从而有效地降低计算量了。那么事实上，这也就是 BLAS 算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想法。BLAS 算法自1990年被首次提出以来，相关论文被引用了上万次，是生物信息学领域最广泛被认可和使用的算法之一。下面我们就用一个实例来看看怎样通过 BLAS 来进行数据库搜索以及注释。和之前一样，我们通过网页来进行这个演示。好， NCBI 的主页打开了。我们首先来选择位于网页中部的 Protein BLAST。
页面打开了，看起来比之前的双序列比对要复杂一些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是一点点来看。首先，屏幕上方第一个框是留给查询序列的，让我们把上节课用过的人类血红蛋白阿尔法亚基的序列填进去。接下来，我们来选择要查询的数据库。从屏幕中间可以看到，默认选择的数据库是 NR， 也就是所有已知蛋白的去冗余集合。这个数据库通常被用在第一步筛选中，以确定查询序列之前是否被别人研究过。因此，其中虽然内容很丰富，但并非每条记录都有详尽准确的注释。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准确地对查询序列进行注释，因此我们来选择下面的 SwissProt 数据库。SwissProt 数据库是 UniProt 数据库的一部分，因此也常常被称为 UniProt SwissProt 数据库。SwissProt 数据库中的每一条记录都经过了专家团队的手工注释，包含了从功能、修饰、结构等方面的全面信息，以及到其他相关数据库的全面连接。因此，研究人员在需要尽可能准确、详尽的注释新序列的时候，通常都会用 SwissProt 数据库作为入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物种的选择框。我们先限定物种为人类，然后我们来按下下方大大的 Plus 字样的按钮。好，用了不到1分钟，结果出来了看起来还是有点复杂，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一点点来看。首先，屏幕上方列出了查询序列和被搜索数据库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是对查询序列中功能域的分析，其中使用到了 profile 的观念，我们随后会做进一步的解说。再接下来是对 his 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很多 his 都覆盖了查询序列的全长，但仍然也有一些序列只覆盖了查询序列的部分片段。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 hit 列表，很容易可以发现，除了之前熟悉的分数、一致性等指标之外，列表中还多了一项名为 eValue 的新数值。关于这一类的具体含义以及计算方法，我们会在随后进行详细的解释。最后就是具体的比对结果，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序列自己之外 ，BLAST 还找到了血红蛋白的贝塔亚基，从而为这个序列的功能注释提供了一些线索。这里分别是这2条序列采用 Needleman-Wunsch、Smith-Waterman 以及 BLAST 算法所得到的结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这3个结果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点，以及为什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取消对于物种的限制，来试图寻找其他物种中可能与人类血红蛋白阿尔法亚基同源的序列。所以这次我们不去限制查询的物种，而来直接的摁 Plus 按钮。好，结果出来了。这次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也不到2分多钟。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前面2项和之前限定人类的查询结果基本没有什么差别，但这次的结果数目显著的增加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找到的 hit 分布在很多不同的物种里，提示 BLAST 的确找到了很多可能的同源序列。为了更清晰地从物种水平来查看结果，我们可以选择页面上方的物种报告选项，来将 his 的结果按照物种来排列，并进而做出进化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BLAST 的确可以在不同的物种中找到很多可能的同源序列。好，那么以上我们通过一个实例，很快速的为同学们演示了通过 BLAST 来对查询序列在物种内和物种间进行数据库搜索，以便进行功能和演化分析的基本流程。这里有几个问题供有兴趣的同学思考，但不作为作业。欢迎同学将思考的结果通过论坛进行交流和讨论。在接下来的第2单元中，我们将对 BLAST 算法的具体想法进行介绍。